就像一只舞，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着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会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无。不到曲终人散的时候都在狂欢，该消失的时候一起消失。明万历10年，日本的天正10年，这是一个主导时代的名臣陨落的年份。在这一年的7月9日，大明朝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号称摄政宰相的张居正溘然长逝。明朝的气运从中兴转向终结，也是这一年的6月2日，距离统一日本仅一步之遥的500万担大明织田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他最强大的家臣明智光秀的突然袭击，当场身死，甚至没有留下遗体。日本也由此从安土时代向桃山时代过渡。而对明智光秀而言，没有找到织田信长和织田信忠的遗体，直接导致他对摇摆势力的说服工作难度急剧上升，最终他成为天下公敌，落得和信长一样战败身死，遗体不明的下场。可是对光秀而言，如此重要的信长失守，在团团包围的小小本能寺中，为什么会找不到呢？今天让我用这个话题切入本能寺之变系列。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此说一开始出现于阿弥陀寺自己的寺庙历史记录，其中写道，当信长因明智光秀的叛乱而自杀时，丰臣秀吉正处在西国作战的高潮时期。但当丰臣秀吉得知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他迅速返回京都，消灭了明智光秀，为主公复仇。之后乱世逐渐结束，丰臣秀吉成为天下人。后来秀吉公才知道信长公的遗骸被埋藏在阿弥陀寺，说他很想去为信长公举行法事。福安信长记的注解中也有，青玉上人听说了明智日向光秀的叛乱，带着20人僧侣前往本能寺。当他们终于能够进入寺庙时，他们听说信长大人已经切腹，本能寺也被烧毁了。在本能寺外的墓地后面，他们发现了10人左右还在放火。青玉上人本以为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走近看打扮才发现是织田家的家臣。他们告诉青玉上人，信长公遗命是不得让敌人得到他的尸首，所以他们正在为信长公进行火葬。于是青玉上人帮忙完成火葬之后，把遗骨收集起来，藏在他的袈裟中，从本能寺带到阿弥陀寺。几天后，阿弥陀寺中秘密举行了织田信长公的葬礼，并制作了墓穴。最有说服力的是京都朝廷官员严经的日记。6月11日部分，他写道：然后我去了阿弥陀寺参拜，吊唁了因为这次事件丧命的右辅大人的墓地，实在是可怜之人啊。7月11日，他又写道：之后我去阿弥陀寺参拜，去吊唁了这次本能寺之变中的战死者和切腹自杀的织田信长公之墓，过于悲伤，忍不住身体颤抖。这2段我是非常相信的，因为我在学校的研究笔记展览中亲眼看到过照片。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眼见为实的假象，大部分假说最后都会被证伪。其实这些错误的结论，哪一个本来都是真的有古籍支撑的吗？最后还是要回归科学方法才行。信长逃脱说中最常被拿出来说事的是丰臣秀吉6月5日写给摄津大名中川清秀的一封回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攻击最远到了备前的野店，我已经读过你的信了。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天我们可能会回到备前的沼泽地区，古田支部也会同行。现在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接下来要说的是好消息。总之，刚从京都过来的线人给了明确的汇报，信长殿下和信忠殿下都安全地从叛乱中逃出了。他们现在在近江的上索崎。福富胜秀这次非常活跃，现在陪同在殿下身边。总之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我这边能脱开身之后会立刻返回，到时候我们再细聊。你也别大意了，现在赶紧回撤。不过这应该是秀吉为了实现中国大返还而利用明治军没有发现尸首放出的假消息。无论如何，本能寺之变后，织田信长和织田信忠就再也没有现身过的记录了。那么至少这封信上面描述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肯定是丰臣秀吉说谎了。耶稣会说基本就已经到了阴谋论的范畴，这是历史作家巴切子夫所提出的信长死于耶稣会猜想中的一环。他写道，亚历山德罗·瓦里尼亚诺于天正7年7月从澳门来到日本。天正8年10月，他在丰后府内的一座教堂中召开了九州天主教神父协议会，随后又在安土天主堂召开了中央协议会。之后的天正9年12月，传教士们在长崎的桑德斯礼堂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此后，基督会不再举行正式会议，直到天正10年6月2日，
他们从京都4条一座3层楼的教会中进攻1街之隔的本能寺，信长由此丧命。如果把伊莎贝拉大炮抬到教堂的第3层，伊莎贝拉大炮是一种当时十字军远征而设计的可折叠、可拆卸的大炮，向下面信长入住前已经买好火药的本能寺客店发射，完全可以做到避人耳目，一炮轰飞信长一行人。而这个信长死于耶稣会的猜想，还必须基于耶稣会征服日本假说，这是从战国的当时就开始流传的说法，是由佛教徒大名们所倡导的。本能寺之变后1年的1583年成书的《日本诸事要录》中就写道，一直以来，日本的大名们常常强烈怀疑基督会在日本策划一些邪恶的事情，这并非我们无来由的警戒，而是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那么我们以后就会被他国的国王派遣，和基督徒一起发动叛乱，这是我们真正担心的。欧洲诸国的国王们为了传教愿意花费如此巨额的预算，其中的缘由，日本的基督徒们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当时亚历山德罗·瓦里尼亚诺来到日本接管耶稣会后，很快了解到了日本的氛围，他很难指导传教士们拓展工作，尤其是要在传教工作不激怒日本统治阶级的前提下。不过从耶稣会的文件和账本来看，日本的大名们还是搞错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实葡萄牙国王对耶稣会的援助相当吝啬，完全不足以支付他们的费用。于是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们预算的大头是靠从东南亚倒卖武器，特别是军用火药，以及从明朝倒卖丝绸到日本的利润。在战国时期，耶稣会为西国的大名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援助，用于传教和自卫确实是惯例。但是耶稣会本身不是什么强大的组织，并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需求，受援者都是九州岛上的小领主，即使对当地的战争影响都很小，远没有到影响日本政权走向的水平。那么在信长没有明显压制耶稣会，而耶稣会自己又持续良好发展，又没法证明信长得到过耶稣会物资支持的情况下，实在很难想象他们有这个实力和动机在本能寺搞暗杀。除了这些之外，还比较能拿出手的假说，我认为有2个，一个是被本因坊算杀带走，藏于西山本能寺，这个说法本身里面又分了很多细说，虽然有些证据，但还比较混乱，放在这里是说不清楚的，可能性也没有高到值得我现在细说。先挖个坑吧，信长结局的视频数据好的话就做。我认为的最后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假说，是有人比明治军更早击杀了信长并带走了遗体。巴切子夫也提倡过讨论这个可能性。和大部分电影电视剧刻画不同的是，其实本能寺之变确实不是明智光秀打的，有明确的时间记录，明治军早上6点开始围攻本能寺，明智光秀本人的部队大约是9点才到本能寺，他到达的时候刚好战斗结束，而明智光秀带着13000人进攻本能寺，下午2点离开时，路过赖田城桥时只有3000人。到底京都有什么让他这么害怕，宁愿不接收周围的地区，也要放上1万大军防守？巴切子夫认为应该讨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人知道明智光秀的计划，于是早上提前发起进攻，杀死了信长和信忠，并带走尸首。光秀到达之后背了黑锅，只能按原计划继续叛变。但是本城总右卫门决书中记录进攻本能寺的明智光秀一名士兵的回忆录说，明智光秀公谋反，织田信长公切腹那时，一开始有谣言说有比我们先进攻本能寺的人，我们都不当真。有2人骑马掠过大部队，是斋藤内长助殿下和他的小信，他们先去了本能寺。有2个武士从北面进入室内，我认为是明智秀满殿下的活罗仲，被派去执行斩首任务的人，在本能寺库里的方向抓住一名穿着白色和服的高贵女性，把她交给斋藤内长助殿下了。这样的话，基本可以确定，虽然明智光秀是9点才到，但明治军并非计划9点才开始进攻，所以被人抢先的可能性我感觉是不高。只是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很有传奇感，打动群众心灵的是传奇中的英雄，而非现实中的英雄本身。因此我们总希望他能更传奇，甚至延续到英雄死后也要传奇。我想这是信长之死假说如此之多的原因。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